长期服用降血压药的人，如果身体出现3种异常情况，最好立刻停药就医。同时有4种常见食物要尽量少碰，否则血压不降反升。高血压是很常见的慢性病，有无声杀手之称，全球有超过10亿人深受其害。不少患者每天按时吃药控制血压，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但是您是否知道，当身体出现某些危险信号时，继续吃降压药反而可能对健康有害？又有没有注意过，日常饮食中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可能正在偷偷抵消药效，让血压居高不下？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帮助大家安全降压，避开陷阱。长期吃降压药的过程中，身体其实会给我们发出一些红色警报。如果出现以下3种状况，千万不可大意，这可能意味着您的降压药使用出了问题，必须立即停药并尽快就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第一种状况，胸闷气短，四肢无力，甚至出现心悸和心律不整。想象一下，您突然感到胸口发闷，呼吸不畅，全身没劲，手脚发软，好像连站立都困难，心跳也忽快忽慢，乱了节奏。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体内电解质严重失衡的信号。许多降血压药物，特别是常用的利尿剂类降压药，透过促进排出体内的水分和钠盐来降低血压，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把钾元素一并排出。钾是维持肌肉和神经正常功能的重要离子，当体内钾离子流失过多时，就会出现上述胸闷、气短、四肢无力等症状。严重的低钾还会导致心悸和心律不整，因为心脏肌肉对钾离子浓度非常敏感，钾太低时，心脏电信号传导紊乱，可能引发致命的心律问题。有些患者天热出汗多，或服用利尿剂剂量较大，没注意补充钾，结果出现腿部痉挛、极度疲乏，甚至昏厥。这其实就是身体在拉响警报，再不停止错误的用药，心脏随时可能出大问题。所以一旦您在服药期间出现异常的无力感、胸闷气短或心悸，千万别忍着，应该马上停药并就医。医生会为您验血检查电解质，看是否是低钾或其他代谢异常，并据此调整治疗方案。及时处理的话，通常补充钾质或更换降压药后，症状就能缓解，血压控制也会更安全。千万记住，浑身无力可不是单纯疲劳，那可能是您的心脏在向您求救。第二种状况，持续性的干咳。如果您发现自己最近老是干咳不停，喉咙发痒却咳不出痰，而且这种咳嗽在夜深人静时特别明显，甚至影响了睡眠，那很可能是您服用的降压药导致的。很多高血压患者应该听说过，有一类常用的降压药叫普利类药物，学名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例如卡托普利、伊纳普利、贝纳普利等等。这类药物降压效果显著，但常见副作用之一就是顽固的干咳。原因是普利类药物会让一种叫缓激肽的物质在体内积聚，缓激肽刺激呼吸道就引发咳嗽。这种咳嗽往往没有感冒其他症状，不发烧没痰，却怎么都不好，在换药之前可能会一直咳下去。有些患者不明就里，被这没完没了的咳嗽折磨得晚上睡不好，白天讲话都困难，甚至怀疑自己得了哮喘或肺病。其实这只是药物不耐受的表现，但长期咳嗽确实会影响生活品质，严重时还可能咳到肋骨疼痛、尿失禁等。所以如果您在吃降压药期间出现持续干咳，绝对不要一味忍耐或自己乱吃止咳药，而应该怀疑是不是降压药的副作用。这种情况下，建议暂停该药并尽快请医生评估。医师通常会将您改用另一类不会引起咳嗽的降压药，例如沙坦类药物。大多数患者换药后咳嗽就会停止，血压依然能控制好。记住，药物引起的干咳虽然未必危及性命，却是在提醒您，目前的药物并不适合您，需要及时调整。第三种状况，身体莫名出现浮肿、水肿。当您早晨起床照镜子，发现眼皮浮肿，或者鞋子变紧，一按小腿会出现一个深深的凹陷，这就是水肿的表现。如果长期吃降压药的人出现了明显的浮肿，特别是踝关节、小腿的水肿，务必提高警觉。这种肿胀可能暗示2种问题，
要么是您服用的某些降压药带来的副作用，要么是药物没有有效保护肾脏，导致肾功能受损。先说药物副作用，有些降压药，例如常见的钙离子拮抗剂，如氨氯地平等，地平类药物会扩张末梢血管，血管扩张后，血液更容易滞留在腿部，液体渗出血管，就造成踝部和小腿的水肿。服用这类药的患者中，出现轻度踝部肿胀并不罕见，但如果肿得明显且持续加重，就表示身体难以耐受此药，应考虑停药或换药。另外，长期高血压本身及某些药物也可能损伤肾脏。肾脏是排水排钠的器官，当肾功能受损时，水和盐排不出去，也会在体内积聚，引发全身浮肿。特别是您如果发现不仅脚踝肿，连脸部、眼睛周围都肿，甚至出现尿量明显减少、尿液颜色改变，如泡沫增多、出现血尿等情况，那很可能是肾脏发出求救信号。有些患者长期吃药却没定期检查，等到出现浮肿、血压反而更高时，才发现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了。这种情形下，一定要立即停止原本的降压药，并迅速就医，由医生检查肝肾功能，找出问题根源。必要时，医生会调整降压方案，换用对肾脏更友好的药物，或者同时治疗肾脏疾病。总之，身体不明原因的浮肿绝对不容忽视，它既可能是药物不耐受的提示，也可能是在警告您高血压的并发症已出现苗头。除了浮肿，如果服药后出现异常的呼吸困难、极度疲倦、心跳过慢、每分钟低于50下等，也属于危险反应，应视为类似的红色警报。以上这些状况一旦出现，切记不要逞强，也不要自行加大或减少药量来硬撑，而是应当暂时停药观察，并立刻寻求医生帮助，专业评估一下，也许换一种药或调整剂量，问题就迎刃而解。千万不要拖延。在强调停药信号的同时，我们也提醒一句，高血压用药不可随意停减，除非出现上述必要情况。有些患者一听说这3种状况要停药，就误以为高血压药，吃一阵子觉得没事了就能停。其实大部分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控制，如果自行停药，血压往往会报复性反弹升高，危害更大。我们强调的停药是指当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或疑似器官受损时，应暂停目前的药物并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更换或调整治疗。如果您的血压一直控制得不错，没有出现不适症状，就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停药。控压之路需要耐心和恒心，大部分人的降压药仍是要继续规律服用的，只有在医生评估认为血压已平稳达标，或找到可以根治高血压的原因并消除后，才能考虑逐步停药。所以别因为害怕副作用就拒绝吃药。正确的做法是按时服药并留意自身感觉，一旦有上述异常，赶快就医调整，如此才能既避免风险又控制好血压。谈完了药物本身，我们再来看看很多高血压患者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饮食习惯。不少人埋头吃药却没有管住嘴，结果血压老是降不下来，甚至越吃药越高。其实某些常见食物和饮料就是降压药的绊脚石，如果不注意，这些东西会悄悄干扰药效，让血压不降反升。下面这4种地雷食物尤其值得警惕，长期服药的人能避就避，能少就少。牛奶，很多人喜欢用牛奶送药，觉得牛奶有营养又能保护胃，其实这对降压药而言是个大误区。牛奶会在药物表面形成一层覆盖膜，明显影响某些药物的溶解和吸收。此外，牛奶中的钙、镁离子还可能跟药物分子结合，生成不溶解的复合物，直接降低药效。简单说，您辛辛苦苦吃下去的药，有可能被牛奶包住或拦截，结果大部分有效成分没被身体吸收，就从肠道白白流失了。对于需要长期吃降压药的人来说，服药时间应尽量与喝牛奶错开，建议服药前后至少1小时内不要喝牛奶，也避免同时吃优酪乳、奶昔等乳制品。特别是早餐，很多人喜欢一杯牛奶配几颗药，这个习惯要改一改。药物还是用温开水送服最安全。
等药服下去一段时间后，再喝牛奶补充营养也不迟。酒精饮料，有人听说适量喝红酒有益心血管，就以为高血压喝点酒没关系。然而事实上，酒精可能是高血压患者的大忌。一方面，酒精会干扰肝脏对药物的代谢，大多数降压药需要在肝脏分解排出，而饮酒时肝脏优先处理酒精，药物代谢会减慢，体内药物浓度可能异常升高或降低，药效变得不可预测。另一方面，酒精对血压的影响非常复杂，少量饮酒时血管暂时扩张，血压或许会短暂下降，但随后交感神经兴奋又使血压回升。大量饮酒更会使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亢奋状态，引起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结果就是整体血压水平升高。长期酗酒的人高血压发病率明显更高，而且更难控制。不仅如此，酒精还可能放大降压药的副作用，比如与某些药物同时作用，使血管过度扩张，导致严重的低血压、头晕甚至休克，或者让镇静类降压药的嗜睡效应更强，影响日常生活。总而言之，高血压患者应当严格限制酒精摄入，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一定要喝，也请遵医嘱适量小酌，千万别拿自己的血管开玩笑。药片再厉害，也抵挡不住日日好饮对血压造成的压力。含咖啡因的饮料，您是否早上离不开一杯浓茶或咖啡提神？对高血压患者而言，咖啡因可是暗藏的升压剂。咖啡、浓茶、能量饮料以及一些碳酸饮料中都含有大量咖啡因。咖啡因会刺激交感神经，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从而让血压上升。研究显示，空腹快速喝下一大杯浓咖啡后，收缩压可能上升10毫米汞柱以上。想想看，本来药物辛苦将您的血压降下来10点，结果一杯咖啡下肚，血压趁地又上去了，等于抵消药效。所以长期服降压药的人一定要管住对咖啡因的爱好，不是说完全不能喝，而是不能贪多贪浓。如果您平时习惯每天早晨一杯咖啡，那就请尽量选择低因或小杯装，喝的速度放慢，避免一下摄入过量咖啡因。浓茶也是类似道理，每天喝茶不宜太浓太猛，可以用淡茶或花草茶替代部分饮料。如果喜欢提神，可以试试饭后慢走、伸展等方式来代替。总之，千万别拿功能饮料当水喝。很多年轻人喜欢能量饮料，殊不知其中高剂量的咖啡因和糖分对血管极其不友好，高血压患者更要敬而远之。控压期间，我们希望交感神经平稳放松，这样药物才能发挥最大效果。而咖啡因会让神经处于紧张状态，实在不利于血压控制。高盐食物，盐吃得太多，可以说是高血压的大敌。钠摄入过量是引发高血压和导致血压控制不佳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当您吃很多咸菜、腌制品、薯片这类高盐食物时，血液中钠离子水平升高，会导致口渴和水分滞留，结果血液循环量增加，血压也跟着上升。更糟的是，血压高会进一步加重肾脏排钠的负担，使身体更难将多余的盐分排出，于是血压变得更高，形成恶性循环。有流行病学研究数据显示，每日食盐摄入量每增加5克，收缩压就可能升高3到6毫米汞柱。这意味着，哪怕您规律吃降压药，如果不控制盐分摄入，药物能降的那几毫米汞柱，可能还不及一包泡面调料带给您的升压效果。除了我们能尝出咸味的食物，生活中还有许多隐形盐需要注意，比如火腿肠、罐头、酱菜、素食汤料、饼干、点心等等，钠含量都不低。就连甜点里往往也有钠，还有酱油、豆瓣酱这些调味品，一不留神就吃进大量盐分。因此，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养成清淡饮食的习惯，做饭少放盐和酱料，多用天然香料提味。购买加工食品时，看营养标签，选低钠的。吃饭时先尝尝原味，尽量不添加额外的盐酱。刚开始觉得淡没关系，坚持几周，味觉就适应了。少盐不仅能辅助降压，对心脏、肾脏也是一种保护。记住这句话，药片再厉害，也救不了嗜咸的嘴。想让血压稳稳降下来，管住盐少脂比什么都重要。以上提到的4种，就是常见又容易被忽略的
降压药克星食物。当然，饮食对血压的影响绝不止这些，例如高糖高脂肪的饮食会导致肥胖和动脉硬化，也间接让降压更困难。所以高血压患者在饮食上总的原则是少盐、少油、少糖、戒烟、限酒。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显著增强降压药的效果，甚至使未来有机会减药停药。很多研究都证明，健康饮食加适量运动对于控制血压和预防心血管并发症有巨大的帮助。与其一味加药，不如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让血压从多方面得到调控。总而言之，高血压患者应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监测人，该吃药时一定要按时吃，但该停药时也绝不能犹豫。当身体出现胸闷无力、莫名干咳或严重水肿等异常状况时，不要忘了怀疑一下我们天天服用的降压药，或许问题就出在它身上。及时停药检查是为了避免更大的身体伤害，也是为了之后能调整出更合适的治疗方案。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为自己的血压负责，管住嘴，迈开腿，避开那些让血压失控的饮食地雷。千万不要觉得吃了降压药就万事大吉，药物是一只扶梯，能帮助我们把血压降到正常水平。但如果自己总往楼梯下跑，乱吃乱喝，破坏药效，那再好的药也扶不住我们。相反，当我们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身体状况改善了，或许有一天还能在医生指导下减药甚至停药，真正摆脱对药品的依赖。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您提个醒，密切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远离那些让血压失控的因素，您就能把降血压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被药物牵着走。让我们一起安全降压，守护健康，远离高血压的威胁。